各位交易员，大家好。Trump 终于闭嘴了，市场才迎来了久违的反弹。那么这次反弹到底是死毛跳，还是重新上打的起眼呢？本期影片我们将深入分析市场技术指标和全球宏观经济情况对未来走势的指引。本周的下跌过程当中 ，VIX 指数的走势与前几次相比有非常大的不同之处。此外，最新德国宣布了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政策调整，这也导致了德国国债收益率的明显变化。那么现在是否还适合追逐欧洲的国防补呢？最后我们分析一下下周的几个重磅事件，包括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议息会议、聂伟达 GTC 大会，以及4、5日债务上限通过后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各位交易员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觉得有帮助或启发，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川普周二对记者说：“我根本看不到任何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在与元中会议前的商业领袖个记者讲话时，川普坚定地维持了自己的立场，驳斥了市场波动，并誓言投资者现在投资将不看到收益。川普在闭门会议中承诺加盖环保机构审计流程，并将美国制造商品的公司税率降至 15%， 但减税需要国会批准。能源生产商不太可能大肆增加产量，这可能会削减他们的利润率。同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增加无证移民的遣返可能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增加价格压力，削减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可能会增加失业率。这些数据将在未来几个月逐渐显性化。所以，我们本周看到的 CPI 等数据都是后视镜里面的数据，未来几个月这些数据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本周我们在小时线上可以看到标普500有一次小时级别的背离。那么暂时可以将这轮反弹定义为小时级别反弹，至于能否反弹得更高或者扩展到更大的时间周期，基本上还是需要走一步看一步。毕竟现在是周五，未来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料。从期权的最大经典分布来看，只要标普500指数站稳在5610点以上，就应该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但如果跌破5560点，则可能开启新一轮的下跌。本轮调整中，虽然低于200日均线以下的股票数量已经创下1年的新高，但与2022年底和23年底的调整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语。市场当中一些声音寄希望于创债务股市的表现，希望所谓的创 put 能够挽救短期市场的快速下跌。然而这次川普似乎铁了心，完全不在乎市场的短期波动。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发表关税的言论是完全没有顾及市场的走势。红色标记表示贸易冲突升级，绿色标记表示降级。历史上看，几乎也没有看到川普为了管理股市而调整关税的证据。因此，所谓的川普的保护伞在调整过程当中完全不起作用，甚至压根就没有存在过。从经济层面来看，本周 CPI 数据低于预期，但这并不一定对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好的兆果。CPI 低于预期可能意味着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正在往下走，而这份数据反映的是2月份的情况。未来，川普的关税政策叠加政府和企业裁员的影响，将逐步在后几个月的数据当中显现出来。因此，虽然 CPI 下降能够让美联储名正言顺的降息，但这并不能左右市场的走势。本次调整过程当中 ，VIX 的走势与日本央行突然加息有非常大的不同，说明机构在高位已经大部分完成了套现。我们在前几期节目过程当中提到过，散户资金在川普当选后疯狂涌入市场，而机构则在高位完成了套现。机构融资利率的提前下跌，有力佐证了上述的判断。机构在高位套现后，就不需要买入很多看跌期权来进行保护，因此做市商手中持有的看跌期权数量也相应减少。正因为如此，当市场下跌时，做市商并不会像去年日本央行突然加息时，需要大量买回看跌期权，从而导致做市商手中的期权被 squeeze 的情况。被套在市场顶部的主要是散户，而不是机构。从 SDAX 的表现也能看出，本次 VIX 的走势和 SDAX 的走势完全不一样。VIX 在上升过程当中 ，SDAX 并没有跟。SDAX 是衡量标普500期权市场偏多的指标，它比较了平值看跌期权和虚值看跌期权的隐含波动差异，主要反映市场对极端下跌事件的担忧程度。在波曲骑士调整当中 ，VIX 上升时 ，SDAX 也会同步上升，表明市场在预期更高波动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市场崩盘的担忧。然而这一次，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虽然 VIX 上升，但 SDAX 并没有同步上升，而是保持在低位。这表明市场虽然预期波动性会下塌，但对短期极端下跌风险的定价是比较低的。这也反映机构投资者目前对尾部风险并不太担心。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机构短期面对重大不确定性不想买，
但散户又没有钱买。短期内我们应该能看到一次反弹。勾线交易态上显示 CTN 已经卖的差不多了，再往下低也没什么可以卖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波动率显示，短期波动率和中期波动率形成了倒挂。虽然这一倒挂现象并不构成看涨情况，但是它在过去1年当中多次提示了标普500指数的短期低点。德国新总理默茨决定对债务下车进行改革，并起议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基金。但是德国的这次重大转变仍然面临重重的挑战。首先，必须赶在新议会3月25日就职前通过，否则达不到议会的2/3多数。因为德国的债务下撤仅允许新借款占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0.35%， 已经写入宪法。根据德国法律，修订宪法需要联邦议院2/3多数的支持，即至少420票。然而，在新一届议会当中，新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的总席位为328席，因此需要通过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基金计划，必须争取其他党派的支持。目前，经过沟通，默茨已经获得了绿党的支持。但绿党强调应进行更广泛的债务下车改革。尽管德国财政立场转变，代表着欧洲大陆的政治范式转变，并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小的推动。欧洲的基建和军工补近期大涨，但关税的影响可能在短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如果美国对所有欧洲出口征收 25% 的全面关税，这将导致欧元区进入衰退。短期内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仍然很高，所以我们看到资金间隙在美股的调整过程当中从欧洲流出，重新进入了美国。所以目前再去追高欧洲资产，就和今年年初去追高美元资产可能是差不多的情况。本周五，我们已经观察到市场中量子概念和英伟达正在为下周 GTC 大会预热。量子概念股的表现明显优于所有板块，但价值股不能抛弃，资金重点去抄底大科技，说明场内可以做多的资金很少。因此，我们要做好 GTC 概会期间撤离的预案。英伟达在此次 GTC 概会上预计也会借势量子概念。本次大会最大的看点就是老黄可能会在量子计算领域做一些看法上的调整，加入到这一趋势当中。这种调整对英伟达的股价会产生积极的推动。在未来的1到2周内，美国政府的新的债务上限预计将在国会通过，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将能够再次发行新债。目前 overnight 的 IRP 账户中大约还剩下1200多亿美元。债务上限的快速通过减轻了如果延后通过可能带来的流动性冲击，这对于美股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利好消息。然而在新债发行过程当中，由于需要回补此前财政部 TGA 账户在特殊时期的支出，流动性仍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比我们之前预期的应该要轻一些。下周将迎来多个重要事件，首先是周二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接着是周三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然后周五是季度末的持无日，市场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波动。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从利率观测器来看，今年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从2次增加到3次，但美联储对美股后续走势的影响重要性已经远远不如前2点。我们在年初时就提出了掌握2025年的财富密码，在于这3位关键的人物。鲍威尔的影响已经逐步边缘化，因为这3个人的目标非常明确，为美国财政开源节流。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在未来几年预计将大幅增长。如果不能在2025年即将到来的9万亿美元美债到期之前压低10年期与美国国债收益率，那么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可能会使其继续扩大财政利息支出占 GDP 的比重，遥遥领先第2名。与此同时，欧洲正在经历2战以来历史上最大的变化，美德和美日利差正在缩小，欧洲资产的吸引力开始上升。国际投资者在权衡风险回报时，可能会发现欧洲债重在新投资组合中更具吸引力，将导致他们减少对美国投资级债券的投资，从而可能影响美国债券市场的需求和价格。这种转变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可能使得川普和贝森科的如意算盘遭受重大打击。尽管美国高收益债券的违约率预计在2025年下降，但近期美国高收益债的信用利差增幅超过欧洲和亚太市场，这表明市场可能更关注短期的政策风险，而非长期违约风险，反映了投资者对流动性风险和市场波动的担忧，而不仅仅是企业基本面的变化。美国面临的贸易关税和经济政策变化增加了风险的感知，导致利差过大，而亚洲和欧洲市场相对的稳定，降低了风险溢价的需求。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数据，川普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关税的政策将使普通美国家庭每年损失超过1200美元，除最富有的 20% 人群外，所有美国人支付的关税成本将超过从减税与就业法案延期中获得的减税收益。
最贫困的20%人群将面临2.7%的损失，而只获得0.6%的减税收益，净损失为2.1%。中产阶层面临的消费损失为1.8%，而只获得1.3%的减税收益，净损失为0.5%。相比之下，最富有的1%人群虽面临着0.6%的消费损失，但获得3.2%的减税收益，净收益为2.6%。未来几周可能会成为影响未来几年的关键时期，甚至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节点。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这些动态，也会及时分享相关的数据和分析。各位交易员记得点赞、关注和转发，以获得最新的分析和解读。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祝大家下周交易顺利！